直到看见奶爸不顾危险近身照顾生产的喜豆，才发现国内饲养员一直用爱换来熊猫信任。喜豆即将生产之际，奶爸奶妈担心不已。等到他好不容易诞下幼崽后，徐奶爸不顾自身安危去内舍帮忙。只见他小心翼翼抽出来竹叶，生怕幼崽掉下去后被熊猫妈妈误伤。然而此时的喜豆还在努责，忍着生产的疼痛也要怀抱着幼崽。奶爸就在不远处陪着他，满心满眼都是对喜豆的心疼。而某奶爸同样对熊猫妈妈百般爱护，即便是给盼亲采奶，也要拿着一大盆蜂蜜去哄娃，一声声宠溺的安抚，直接让对方放下戒指。盼亲，乖乖，没事啊。盼亲，没事。盼亲，乖乖，没事。奶爸甚至能直接掰开闺女的手采奶。盼亲非但不生气，还含情脉脉地看向对方，就连他抱着崽崽呼呼大睡时，木奶爸也能去内舍采奶。这何尝不是盼亲对奶爸100%信任？怡然生产期间也被奶爸宠上了天。宝贝起初因为妊娠疼痛，产前焦虑不安，董奶爸就亲自带着闺女出门放风，还一把握起怡然的小手，耐心安慰着。正因为他的用心照顾，也让当上妈妈后的怡然信任他。其他饲养员不敢进内舍取熊猫宝宝，生怕熊猫妈妈因为护崽应激，只有董奶爸能毫无顾忌的从宝贝闺女手里拿走小外孙，这就是他和怡然之间的双向奔赴。然而欣欣生完孩子后不吃不喝，一向宠闺女的奶爸亲自上山，只为给闺女采摘新鲜竹叶填饱肚子，就连嫩笋都是他亲手切成小块。奶爸明知道欣欣有攻击性，却还是会独自一人前往内舍投喂。本以为哄闺女干饭很不容易，结果他只是喊了一声欣欣的名字，对方就立马转身努力回应奶爸。欣欣，走好，走好。之前看都不看一眼的笋笋，宝贝也能抱起来大快朵颐。只能说熊猫和饲养员的信任是双向奔赴，是陈奶爸用实际行动换来了欣欣乖乖配合。还有生产前夕差点得抑郁症的苏玲，宝贝一直都狂躁不安，平日温顺的她顶起来竹子撒气，还发了疯似的在内舍四处走动，对各种竹子笋笋更是没有任何胃口。奶爸便特意找来纸箱给闺女缓解压力，还一个劲安抚着对方。在他的陪伴下，原本焦虑的苏玲逐渐适应，没多久便顺利生下熊猫宝宝。或许是因为奶爸在她生产前夕的照顾，让苏玲有了满满的安全感。即便她去内舍打扫卫生，对方非但不害怕，还配合的抬起来小脚。兄弟，来救救他一下哈，打扫干净。国内饲养员远比我们想象中要爱熊猫，难怪当上妈的滚滚依旧被宠成了3岁小孩，上能盘老外脑门，下能上小学。福宝的便宜老爹乐宝熊生履历有多炸裂？只见乐宝死死抱着老外的脑袋，两只小手不断在他头顶上摸来摸去，内心惊叹这大脑袋瓜也太光滑了。不仅毛发是黄色的，还都只长在两侧。而被他搂在怀里的老外明显有些慌张，毕竟熊猫宝宝的好奇心实在太重，让他感觉自己仿佛看到太奶在招手。更重要的是，可怜的头发已经所剩无几，再被乐宝盘下去就真的成光头了。于是老外小心翼翼地挪开乐宝的爪子，将自己的大脑袋解救了出来，趁着乐宝不注意赶紧溜之大吉。然而乐宝对他的大脑门实在太好奇了，直接化身科研小熊，势必要研究出个门道。于是他跑他追他，插翅难飞。最终乐宝再一次盘上了老外的大脑。不得不感叹乐宝当属熊猫界路人第一熊，而他的熊生履历还远不止于此。网传乐宝还成为第一只上过小学的大熊猫。乐宝看到四周围满了好奇的人类幼崽后，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威胁动作，反而直接化身社牛小熊，热情地打着招呼，并且乐宝还开心地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，任由人类幼崽轻轻抚摸自己的毛发。此外，乐宝还曾是只打工小熊，当初园方为了赚钱安排他和游客们一起合影，由于接触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类，最终乐宝患上了螨虫眼，结束了打工生活，并坐着拉风的皮卡回到了川渝。不过经历了这么一遭，乐宝早已把人情世故这套烂熟于心。于是当他遇到来挑熊猫的江爷爷时，热情似火的乐宝不断嘤嘤叫着回应对方，还走到墙角下站起来和爷爷打招呼。江爷爷还以为乐宝很喜欢自己，便选择了他。殊不知从小就社牛的他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，因此乐宝又坐着大飞机漂洋过海去留学。刚到韩国时，乐宝还以为又要打黑工，直接一整个变成了拘谨小熊。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是来享福的，大喇喇的靠坐在椅子上给爷爷我送竹子来。之后乐宝又和大美熊爱宝相亲成功，如今也有了3只可爱的熊猫崽崽。更重要的是自己还不用带娃，年轻时见过大世面，如今悠闲养老，不由得感叹乐宝才是熊生赢家吧。果然谁养娃谁崩溃，就连大熊猫也不例外。这天徐萌萌女士抱起萌宝本想来场母女情深，结果不知是手滑还是熊孩子太闹腾，一个不留神萌宝直接呲溜滑了下去。这下萌萌女士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跳起来一巴掌打向熊孩子屁股，嘴里骂骂咧咧，本来老娘带娃就烦你还不老实，然后直接起身潇洒离去，再也不看熊孩子一眼。而同样被熊孩子逼疯的还有旅韩大熊猫爱宝。
由于福宝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废头子天分，艾女士隔三差五就得棍棒伺候，长时间下来，艾女士内心止不住的疲倦。这天，艾宝正坐在木架上吃着爷爷拿来的竹子，突然瞥见福宝屁颠颠朝自己跑过来，艾宝内心顿时警铃大作，祈祷别过来，求你别过来。谁知福宝非常没有眼力见的跑过来，表示要和老妈贴贴一起吃饭。眼看这尊大佛在自己身边一屁股坐下，深感绝望的艾宝深深叹了口气，谁能把他带走？原以为福宝独立生活后，艾女士能解放，谁料她一扭头跟乐宝卿卿我我，又生下双胞胎。面对吱哇乱叫的废头子2号，艾女士梅开二度，再次深深叹了口气，内心哀叹：一来来俩隔，谁不疯了？但艾女士的遭遇和思源女士相比，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。毕竟当年思源义雄带遛娃的场面可谓非常壮观，每次逛街屁股后面总是跟着6个熊猫宝宝，那架势像极了黑帮大佬带一群没断奶的小弟炸鸡。等到了喂饭时间，思源直接成为喂奶机器，6只幼崽拼了命的往他怀里钻，摆出一副要把思源女士榨干的架势，甚至吃不到奶的还直接爬到了他的头上。一脸生无可恋的思源本想甩掉熊孩子跑路，奈何熊猫崽崽实在太多，难以抽身，可怜的思源只能趴在木架上默默承受。相比之下，喜妹带娃就显得佛系又摆烂。这天，她正一脸惆怅地抱着崽崽呆坐着，突然看到有姨举着手机在拍自己，喜妹内心疯狂 OS： 她是不是发现我走神了？要不装一下？只见喜妹伸出舌头装模作样舔了一下崽崽，然后一脸无辜地看向姨：我很爱宝宝的。而她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刚才舔的是空气，不由得感叹：原来大熊猫带娃也会被熊孩子逼疯。直到看见司汤圆抱着萌兰安慰，才明白原来大熊猫之间也有友谊。小时候的萌兰是15届唯一一个独生子，在被美奶妈夺走初吻后秒变战五渣，经常被小伙伴们按在地上摩擦，有时候被揍自闭了，他就独自缩在墙角黯然神伤。而好兄弟司汤圆发现后急忙走了过来，温柔地将萌兰抱在怀里，下巴放在她身上，学着妈妈的样子，小手轻轻拍着萌兰的背，安慰她别怕，你还有我。2只小汤圆依偎在一起，画面让人倍感温馨。此外，庆大庆小也同样是萌兰的发小，3小只经常勾肩搭背黏糊在一块。当初萌兰想和好朋友庆大一起睡觉，等宿舍熄灯后，她大半夜上演了一出越狱，历经过好一番折腾后，才成功钻进庆大的房间，2只小熊排排睡一起进入梦乡。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，萌兰患上了慢性骨髓炎，下巴红肿不堪，病痛的折磨让开朗的她变得郁郁寡欢。这天精神不振的萌兰正独自趴在一旁睡觉，庆大看到后赶忙来到她身边送上拥抱，看到萌兰难受的弓起身子，庆大十分心疼，躺在一旁默默陪伴着她。在营业时饱受折磨的萌兰根本提不起精神，好兄弟庆小和他紧紧依偎在一起，试图给予他一些温暖和力量。看到萌兰红肿的下巴，庆小想起妈妈教的哪里不舒服就舔哪里，他强忍着困意，小心翼翼地舔着3哥的下巴，生怕动作大了会把他吵醒。好在经过专业的治疗后，萌兰痊愈了，而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小伙伴们报喜。只见刚下班的庆小屁颠颠跑来和萌兰打招呼，好像在说好久不见3哥，庆小好想你。为了不让萌兰感受到冷落，虽然自己已经吃饱，但还是陪3哥进食。慢慢的2熊越靠越近，最后坐到了一起，可见庆小有多稀罕3哥萌兰。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因为萌儿值得。当初金运看到庆小软萌可爱好欺负，就不断的将他从树上拽下来，还在庆小爬木架的时候下黑手。萌兰看到后立马向金运扑了过去，将他死死按在地上揍。往日战五渣的形象荡然无存，虽然现在几小只已经不在一起，但相信他们的友情会一直留在心中。